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颠覆你认知的事实？那些真正健康长寿、事业有成的人，往往不是酒桌上最热闹、朋友最多的那一个，反而他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不为人知的习惯：享受孤独。很多人一听到孤独这2个字，心里就咯噔一下，觉得这是失败，是可怜，是没人缘的代名词。我今天必须告诉你，这个观念错得离谱，而且正在悄悄地消耗你的健康，阻碍你的财运。你越是害怕孤独，就越是像一个被无形绳索操控的木偶，你越想逃离，它就追得越紧。而那些真正活得通透、命格显贵的人，他们不但不害怕，反而主动去拥抱它，甚至享受它。这是为什么？难道我们一直信奉的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是错的吗？先别急着反驳。中华文化最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它能穿透现象的迷雾，直指万物的根本。今天我就为你揭开这个被大多数人误解的关于健康与财富的终极秘密。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像一位精准的医生一样，把2个词从根本上剖析开来，一个叫寂寞，一个叫孤独。现代人常常把它们混为一谈，但这2者实则有云泥之别。什么是寂寞？我给它一个形象的比喻，你的心就像一个有破洞的米缸，里面的米一直在漏，所以你心里总是空落落的，发慌，坐立不安。你迫切地希望外面有人能给你填满，希望有人陪你说话，带你进入喧嚣，用别人的声音和热闹来暂时堵住那个洞。你的心是拼命向外求的，所以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焦虑、难受，时间仿佛凝固了一样难熬。这种状态对你的身体是一种剧烈的内耗，是一种心神的损伤，它在不断地漏掉你的精气神。那么孤独又是什么呢？孤独是你的心像一个装满了奇珍异宝的保险柜，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内心是丰盈的，是安然的，是自在从容的。你和自己相处，就像和一位最懂你的、最有智慧的挚友对谈，不觉得无聊，更不会慌张。所以你看，孤独不是空虚，而是一种圆满；不是匮乏，而是一种积蓄。搞清楚了这个根本性的差别，我们才能继续往下说。中国人常讲，人活一口气。请注意，这口气绝不仅仅是我们呼吸的空气，它更是你生命底层的能量，是你运势的根基，是你的精气神。你仔细回想一下，你整天在外面奔波，参加一场又一场的饭局，开一个又一个的会，和不同的人喝酒聊天，讲了无数言不由衷的话。表面上看，你的人脉很广，生活很热闹，对不对？但你有没有发现，每当你深夜回到家，整个人就像被掏空了一样，累得瘫倒在沙发上。那种累不只是身体的疲惫，更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心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的气在你向外发散的过程中，在你迎合、客套、辩解的过程中，被一点一点地消耗掉了。你以为你在社交，其实你在漏气。我们的老祖宗在几千年前的易经里早就给出了答案：一阴一阳之谓道。热闹、交际、向外发散，这是阳；而安静、独处、向内收敛，这是阴。一个人如果只知道动，不知道静，只懂得发散，不懂得收敛，那就彻底违背了宇宙间阴阳平衡的根本大道，他的生命就会出问题。这就好比你白天在外工作打拼，这是阳的展现，晚上你就必须回家，静下来，让身心回归到阴的状态，得到深度的休息和补充。如果你天天追求热闹，天天往外跑，你的生命状态就像什么？就像一根被放在巨大风口里的蜡烛，火焰烧得极其旺盛，看起来光芒四射，非常亮眼，
但你有没有想过，它会以比正常快10倍的速度迅速燃烧殆尽？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而孤独恰恰就是那座能让你从阳的光明场安全回归到阴的滋养地的桥梁。当你一个人静下来，不说话，不看手机，不接电话，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你猜会发生什么？你那些在外耗散掉的气，会像倦鸟归巢一样，慢慢地收拢回来，重新凝聚。这个时候，你不再是向外索取，而是在向内探索，向内观看。你的心跳会自然放缓，你的呼吸会变得深长，你的五脏六腑终于得到了宝贵的休假时间。这在道家叫什么？叫养神。神足了，气就足；气足了，精就固。当你的精气神都处于饱满充盈的状态时，这个人自然百病难侵，福寿绵长。你看看自然界中那个长寿的代表乌龟，它为什么能活那么久？因为它绝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一种极静的状态，它很少有多余的动作。它不是在睡觉，它是在养神。可惜现在太多人不懂这个道理，把人生当成了一场100米冲刺，拼命地跑，拼命地睁大眼睛看外面的机会，拼命地去交际，以为抓住了所有，最后却耗尽了自己。我问你一个扎心的问题，你认识的人再多，微信好友几千个，有几个是能深夜里让你毫无顾忌地倾诉心事的？你参加的饭局再多，除了给你的肠胃增加负担，让你血压血脂升高，你还真正得到了什么？说句实在话，大部分的社交都是无效的，甚至是负能量的。你为了迎合某些人，说着违心的话，你为了所谓的面子，做着根本不想做的事。在这个过程中，你把自己给弄丢了。你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你活在别人的眼光里，累不累？所以，孤独带给你的第一个无价之宝，就是让你有机会和真实的自己对话，把你找回来。人这一辈子最应该认识的贵人是谁？不是什么大人物，而是你自己。如果你连自己都不了解，不懂得如何与自己相处，那你这一生岂不是白活了一场？只有当你独处的时候，外界所有的嘈杂都安静下去了，你内在的那个声音，那个真正属于你的声音才会浮现出来。你才会开始问自己，我这一天过得有价值吗？我今天做的这些事，是我真心想做的吗？我的未来到底要去向何方？这种向内的反思和关照，就是智慧的源头。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反思，他就活得像一个被命运之鞭抽打的陀螺，被外力推着不停地旋转，直到最后能量耗尽，无力地倒下。你再去看历史，去看那些真正有大成就的人，无论是圣人、哲学家、科学家还是艺术家，哪一个不是享受孤独的高手？他们必须拥有一个绝对安静的环境，才能让自己的思想沉淀下来，进行深度的思考和创造。如果孔子天天带着弟子们喝酒聊天，高谈阔论，他能整理出传承1000年的6经吗？如果爱因斯坦天天忙着参加名流派对，他能构想出伟大的相对论吗？绝无可能。所有伟大的思想、颠覆性的创造，都是在孤独这片肥沃的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因为只有在孤独中，你才能摆脱大众的偏见、潮流的裹挟，接触到那个最真实、最深刻的宇宙本源。讲到这里，我要揭示孤独与财富的直接联系。很多人求财、拜财神、布风水局，但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财是怎么来的？财是被你的心吸引来的。古人说，心乱则气乱，气乱则财散。一个人的心如果总是浮躁的、焦虑的，被外界的风吹草动轻易影响的，他的气场就是紊乱的。一个紊乱的气场是留不住财富的，
即便有财运来了，也像过路财神，很快就散掉了。而孤独恰恰是修炼你定心能力的最佳法门。当你能够静下来，你的心就如同一杯浑浊的水，慢慢沉淀，水质变得清澈。这时，你看问题才能看到本质，做决策才能精准无误。在投资时，你不会被市场的狂热冲昏头脑；在事业上，你不会因为别人的三言两语就轻易动摇。这种源于静的智慧，才是你最大的财富保护神，是你吸引和积聚财富的根本。古代的帝王为什么要自称孤家寡人？他真的是没人陪伴吗？当然不是，他是在用这个称号时刻提醒自己，身居高位，必须保持一份高处的清醒和孤独，不能被花言巧语蒙蔽，每一个决定都要对天下负责。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一种顶级的高能量的孤独。当然，我讲这么多，不是让大家立刻躲到深山老林里去，与世隔绝。那不是孤独，那是孤僻，是走极端，同样违背了中庸之道。我们是社会的一份子，必要的交往是应该的，但你要学会收放自如。在人群中，你真诚互动，贡献价值，而回到家，你一定要留出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我给你一个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把它当成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功课来做。第一，每天哪怕只给自己15分钟，可以是在清晨醒来后，也可以是在晚上睡觉前。把这段时间看得和吃饭睡觉一样重要，这是你给自己充电的时间，是给五脏六腑放假的时间，是你和自己灵魂约会的时间。第二，在这15分钟里，关掉手机，关掉电视，不与人交谈，找一个家里安静的角落，舒服地坐着，或者看看书，听听没有歌词的舒缓音乐，甚至就是发发呆都可以。第三，如果你刚开始觉得心烦意乱，什么都想，很简单，闭上眼睛，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的呼吸上，感觉气流从鼻腔吸进来，又缓缓地呼出去。如果中间有杂念飘进来，不要去评判它，不要去驱赶它，也别跟着它跑。你只需要温柔地再一次地把注意力拉回到你的呼吸上。就这一个简单的练习，你坚持1个月，我向你保证，你的整个状态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会比以前更平静，看问题更清晰，更不容易被小事激怒。慢慢的，你可以把时间延长到20分钟、半小时。你甚至可以在静坐之后拿一本经典，比如《道德经》《论语》，慢慢地读几页。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向人炫耀，只是为了用古人的智慧来滋养你的内心。你会惊奇地发现，以前读不懂的话，现在好像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心静了，你才能听得进那些真正有价值的话。当你学会并享受孤独，你会发现长寿和财富甚至都不是你去刻意追求的目标了，它们会变成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在健康层面，中医讲，我们身体里有5脏，心肝脾肺肾，对应着5行，火木土金水。5脏之间必须平衡，身体才会好。你如果整天紧张、焦虑、应酬不断，就会心火过旺，肝气郁结，脾胃不和。现在那么多人失眠、胃不好、血压高，根源在哪里？就是因为心静不下来，导致了身体的阴阳失调。而你每天静坐一会儿，就是在帮助5脏6腑恢复平衡。心静下来，火就不会过旺，呼吸深长，肾水就能上济，脾胃自然得到滋养。《黄帝内经》里说的再明白不过了，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当你内心宁静，精神内守，疾病怎么会来呢？孤独就是一种最高级的
不花1分钱的养生。在人际关系层面，你可能会觉得矛盾，独处怎么能改善人际关系呢？但事实恰恰如此。当你学会了独处，你的内心是丰盈的、富足的，你就不再需要从别人那里索取情感、索取关注来填补自己的空虚。你与人交往，是因为你愿意去分享，而不是因为你需要去索取。这样建立起来的关系才是健康、长久、高质量的。这就像一个杯子，只有先把自己装满了，才有多余的水溢出去，去滋润别人。无论是夫妻关系还是亲子关系，皆是如此。在生命境界层面，当你能够安然享受那份独处的时光，你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生活，什么叫生命。你不再是被日子追着跑，而是真正在过日子。所以朋友们，请重新理解孤独这2个字，它不是惩罚，而是上天赐予你的恩赐；它不是被抛弃，而是你主动的选择；它不是软弱，而是你内心强大的终极证明。它让你从向外的追逐转为向内的探寻，从能量的耗散转为能量的积蓄，从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回归到活在自己的生命里。从今天起，不要再害怕一个人待着了，把它当成一次难得的修行机会。当你能够享受孤独时，你会发现你的心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你的生命变得无比的丰盛，外界的风吹草动再也无法轻易动摇你，别人的评价再也无法左右你。你活出了自己的节奏，活出了自己的味道。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值得拥有的人生，这样的长寿才是真正有品质的长寿。最后，我想用庄子里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当你能够在孤独中与天地宇宙的精神相往来时，你就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